被困在了西伯利亚的暴雪中心，即将绝望的他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木屋。克鲁认为他是最幸运的男人，小屋内竟然还有能用的取暖的工具。他决定躲在小屋等风雪过后再继续出发。此时，如果你手机电量在48%附近徘徊，请这个时候还没躺下的就把右脚搭在左脚上，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睡前小故事。当大雪覆盖了整片森林，克鲁拖着沉重的背包来到了废弃房子面前，他对你非常气。当他推开门进入小屋之后，发现这里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没有床和桌子，只有木板和地上大量的柴。当他走进里屋之后，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大炉灶。这个壁挂炉看起来已经20年没有人用过了，烟筒都已经被腐蚀掉了。经过思考，他决定先把背包拿进来，包里面还有一些食物和装备。把背包放下之后，克鲁要修复壁炉了。只要壁炉在其中一间屋子里，把暖流聚集在一个地方，那他就可以在这冰雪的荒野中拥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小屋。他把壁炉搬出来之后，把地面用树叶清理干净，然后来到了屋外的窗户下面。在他刚走进房子前，他就发现了在窗户外面带有的炉子。虽然这个炉子也很破旧，但好在能直接使用。克鲁直接把炉子放在了烟筒下面。由于刚才把腐蚀的地方截断了，烟筒和炉子无法接。他用力把烟筒下拽，直到和炉子完美重叠。安装好之后，要测试有没有漏烟的地方。他把炉子里面塞进去细小的树枝，接下来削出一把木屑作为引燃物放了进去。虽然火柴有限，但是小树枝和木屑都非常容易被点燃。一根火柴放进去之后，火就开始慢慢的燃烧了。但是问题也开始出现了，壁炉里面的火燃烧不起来，而且屋内的烟筒也在大量的冒烟。克鲁分析是烟筒的顶部结冰，导致烟出不去，柴火也烧不完。他开始大力的对着房顶敲击，一会的功夫，烟筒开始冒烟了。回到屋内，他往炉子里放进了一大块木头，看木头开始燃烧，克鲁也拿着土走了出去。现在外面的雪里掺杂着小碎冰，温度也在迅速的下降。他来到河旁边起了一盆水，看着流动的小河，就知道这场雪来的有多么突然，一瞬间就让中伯利亚进入雨季。距离天黑只有不到2个小时，克鲁要多准备一些柴火。下雪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晚上在刮风的情况下，温度可能会降到零下10度左右。这些柴火就是他今夜生存下去的保障。他必须要让壁炉一直保持燃烧，才能在寒冷的森林中度过今夜。2根大雪中的巨大原木平行放在壁炉旁边，再从屋顶拿下来2块木板，搭上去之后，豪华的床就完成了。听声音，外面开始刮风了，隔着小屋都能感觉到外面寒风刺骨。铺好床之后的克鲁也要开始准备今夜的荒野晚餐了。食材放入锅里之后，虽然屋内已经很暖和了，但是他总感觉还是有吹进来的寒风。他把床上的破布当作门帘，在里屋的门上后就有了双层的保险。没想到火势太大，竟然烧糊了锅。倒入水之后，再把马铃薯放进去，接下来就把右脚搭在左脚上，等待食物煮熟。现在屋内飘散着食物煮熟的味道，外面是寒风刺骨的冰天雪地，屋内有刚刚煮熟的滚烫食物，没有什么是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。克鲁非常满足地吃着今夜的晚餐。夜幕降临，吃饱饭的克鲁躺在了床上。虽然外面冰天雪地，但是屋内的壁炉在充分的燃烧。他躲在这温暖的房子里，慢慢的睡着了。